可以，OK，这样大家有看到画面吗？有没有收到有声音？我要你再讲话说说看。好，我们确认，最后测试一下，测试一下。不好意思，如果线上的各位有看到，如果觉得声音有什么问题，可以帮我打在聊天室那边，让我们知道一下。没有声音，也没有声音吗？有了，有吧？只是比较慢好，而已。OK OK，那就可以那就可以开始喽。好好，，OK，好，那我这边就开始。好，一样感谢在线上的可能有些观众，有些是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这一场走进 VR 确的探索虚拟展览无限可能性的分享活动。当然不是很正式的一个讲座，我们主要是把我们看到的关于 VR 确的还有一些展览活动应用来跟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那也是想让大家可以体会说，整个目前在虚拟展览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魅力，然后呢，在国外也好，国内也好，有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测试跟展览，让更多的玩家也可以来进来到这个世界里面。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燕，那今天的主讲的呢是博森，我这边主要的都是在做跟 ACG 活动有关的讲座啊，或者是办一些相关的活动。那这几年有接触到关于 VR 确的一些有趣的一些线上展览，那我们就想说，那在台湾里面有比较少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希望用很粗浅的方式，让没有接触过的朋友也可以进来看看。那最主要的部分呢，会让博生他也长期在看这个 VR 确相关的展览，也做非常多篇的一些记录。我们就先请博生他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谢谢。OK，感谢伊恩。那大家好，如果听的声音或如果会太小声的话，可以打在那个聊天室，让那个伊恩知道一下，然后方便回报给我这边知道。那我这边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那我叫博森，那我主要是以现在做 VR 娱乐相关的一些活动的介绍跟报道为主。那今天就像刚才伊恩提到的，那我们今天是要主要介绍一下VR Chat 这个平台，以及在 VR Chat 上面所执行的一些活动。那以我们之前最熟悉，也是大家听过最广泛的一个用词叫元宇宙。那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那我们是不是实际上可以看到一些元宇宙方面的成果的展现？那状况如何？那今天就是来介绍一些比如说我自己有看到跟我有听过的一些实际案例跟一些范例，介绍给大家这样子。好，OK，等一下哦。好，那现在大家荧幕上看到这个是我的方格子，然后跟我写的一些文章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进到下一页。OK，来，我们接下来讲那个元宇宙嘛。好，刚前面博生也都提到过说关于元宇宙，那当然我相信有很多人没有很喜欢这个词，然后我先回答在那个聊天室里面提到有说那个投影会闪哈，我们在测试的时候一直避不开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它系统本身有一些小小的 bug 这样子，所以也还请大家多担待。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以图片呈现，所以如果会后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再提供就是那个简报的档案，让大家可以做参考。对，因为它这个有一点无法排除，真是不好意思这样子。对，不对，好意思，不好那意思。那我们回答到刚刚那个谈到元宇宙这一块，其实实物上来说，的确我们虽然叫做元宇宙，但是更早期的东西。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类似的，像是相关的游戏也好啊，或者相关的一些概念出现啊。当然，元宇宙在今年可能受到整个全球趋势的影响，所以这个词稍微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风险存在。那我们排除掉传统的元宇宙，提到的是像是在土地买地啊，在那种虚拟地买地，或者说我还有谈到虚拟货币，或是呢
谈到相关的一些各式的这样的线上的平台，这样的一个 Metaverse 的一个新的趋势。那目前的应用层面呢，都还在做商业测试的阶段。那只是说我们在最早期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其实现在不只是 Metaverse，其实最一开始在 VR Chat 里面，其实已经有做到类似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就会想说，哎，那在这个功能上面跟其他的平台或者技能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其实最大的差别还是社交哦，就是他们不在 VR Chat 里面是以社交起家，等下我们后面也会介绍到，而不是一般我们传统在 Metaverse 上面的平台上面所见到的，可能是跟区块链啊，或是跟比特币啊有关联性，在上面都没有，而是真的纯粹以一个玩家的社交的平台来取掉来发展的。那我们下一页，那我们在除了用 VR Chat 之外，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几个我目前呢。其实，在做整个线上的虚拟展览，最大的发起，最大也的原因也是因为，这3、4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说让很多线上线下的展览都受到相对性的影响，所以很多展览呢，要么是取消，那要么有些是可以转移到线上去。那全球最大的其中一个电玩展，台北对不起，东京电玩展，他们从去年开始也在做这个 VR 的线上的展览，但他们不是用 VR 去，他们是自建的一个平台，所以可以在画面中看到包含相关各个游戏公司的大型的 IP 做现场展示，然后里面也做很多互动上面的一些功能，当然它就不是一个作为社交为目的啊，以一个纯粹的展示为目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在下一页，那我们在之前呃。2021年的时候，我们的主讲人他有在 VR 确实上面举办一个以台湾为主的线上的一个同人展会哦。那这样的一个同人展会，就是找了非常多的一些绘师、同人的画家，还有一些插画家们，或是一些创作者来到线上面去展览。虽然说线下同时又有相关的展览，但是毕竟你会有地区上面的一些限制嘛，所以呢，我们那一次呢一起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包含有游戏的创作啊，然后呢独立游戏开发者啊，来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展示，算是第一次的一个尝试啊。那后面也会跟大家分享说，那在国外是怎么做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展览，然后还有什么样有趣的一些功能，这样子，应该是蛮有趣的。好，那我们这开头大概是到这边，那接下来呢，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是完全不知道 VR 确的，所以我们前面会请主讲人来简单讲一下关于 VR 确的部分，让大家对这个有点认识。我们后面再分享一些跟线上展览有关的一些介绍，或者是在商用跟企业上面是怎么玩这个东西的。那我们交给博森，谢谢。OK，好，那首先谢谢伊恩帮我们做前面简单的那个关于元宇宙，还有一些目前线上展览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说明。那换我这边，我要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包括我现在人，以及伊恩在旁边，伊恩还有我们这个空间，那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叫 VRChat 的平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自己都会有自己的那个虚拟形象，我们的称呼就叫 Avatar。那这一款 VRChat 呢，它主要是在2017年上线的一款有那个 VR 属性的社交平台。那它在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内容，那包含像各位现在图片上看到的，我们可以在线上跟好朋友一起玩桌游，然后或者是像这样子玩保龄球，甚至是你想得到的，比如说在 VR 环境下玩 FPS 的射击游戏都可以。它是一个可以让很多使用者上传自己喜欢内容的一个，算是一个创作者的一个社交平台，应该这么讲。好，那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像刚才有看到哦，甚至连 Just Dance 跳舞的也可以，就是像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上面角色，我们可以在里面，如果你有购买全身的 VR 设备的话，那它就可以依照，你就可以跟影片做出相对应的动作，就好像你自己身临其境在玩 Just Dance 的那种感觉一模一样，这样子。好，那还有像一些不同类型的，刚刚有提到社交的部分，像现在大家看到画面上就是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款游戏叫 Valhalla，那它就是一款AVG 的文字冒险互动游戏。那有人就是把 Valhalla 的整个酒吧，然后跟它的世界观搬到那个 VR 上面，然后就可以，比如说大家进到这个地图里面之后，进到这个会场。有人可以去模拟酒吧，然后有人可以去模拟客人这样子，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大家一起社交、一起聊天、交流一些想法之类的。好，那刚才有提到是不管
你想要什么样的内容，在这个平台上都找得到。那甚至是你发现有一些你你没有你发现这个平台上没有你喜欢的内容，你想要自己上传也完全没有问题。那甚至是像现在各位看到的画面上，比如说我今天我想要上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就可以像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样子，我可以上传一个很漂亮的个人空间，然后我可以在里面摆设一些我喜欢的家具装饰，或者是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像那个可能大家可能看不是很清楚，像医院旁边的一些装饰物这样子，那是稍后也会提到那些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像刚才提到，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各自上传各自的空间，那甚至是像现在画面看到这个个人空间，你也可以邀请朋友进来跟你一起同乐，它也可以变成一个共享的空间，完全都不是问题。所以这就是 VR 圈一个很受大家欢迎的地方。好，接下来 OK，那像我们刚才介绍了那么多可以在 VR 圈上面执行的内容之后，那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 VR 圈的一些类型，就是我们实际上会看到一些线上展览的部分。不好意思，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今天的最大的主题，就是在 VR 圈上面可以执行的一些活动。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去告诉大家一些线上的展览，大家可以上去看，只要是电脑有安装 Steam 的话，都可以上去看的一些展览。好，首先我要介绍的是像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是以水族馆为印象去设计的一个线上的画廊。那它跟一般的画廊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它除了把作者的创作跟画作展示出来以外，它还根据了它的那个主题设计，比如说它是一个在海洋里面水族馆的形象，那它甚至可以在这个画廊里面去设计一些光影特效，模拟真的在水下的感觉，甚至是你在看画展的同时，然后有热带鱼从旁边游过，再跟你一起看这些创作品的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相信这个是在 VR 圈里面才能够办到的一种沉浸感。像各位有看到像这样子光影这样打下来的感觉，那这样我们如果假设是以实体的展览的话，通常是比较难办到的事情。OK，那我们接下来是，像各位看到像这样子，那我们一个作品的展览这样，然后它通常都会在旁边一样会描述作者的名称以及作品的称，就是跟我们一般在线下看到的画廊感觉是一样的。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另外一个也是画廊的部分，这个是今年12月刚结束的冲绳线上嘉年华。那在这个嘉年华的活动中，也有展出以冲绳为主题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创作品。那像刚才提到，就是说，用 VR 去来办这种线上画廊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针对我们的视觉主题去设计一个可以让大家进来体验的场所。那比方像刚才，像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样子，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冲绳，那我们就可以放很多冲绳的元素进来，像是相信很多人如果有去过冲绳旅游，或者有看过一些旅游介绍的 blog，都有提到像是冲绳的牛车，那它这个场景就是以牛车移动为一个设计，在每一个区块做移动这样子，然后就会到每一个小岛上都会有展示的作品，那也有像旁边有一样作者的介绍，然后跟作品名称，然后还会有附上一些，比如说像作者的 Twitter，然后会一些 SSN 的外部连接这样子。好，像各位看到这样，那这个是冲绳的在地 VTuber，有一些冲绳艺术家们的创作这样子。OK，好，那像刚才提到的，我们除了线上展览的活动，那像刚才是画廊，我们另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线上的虚拟演唱会的部分。那像各位现在看到画面上的是
光之美少女20周年的纪念活动会场。那像这个会场的部分，它有提供付费的演唱会，也就是稍后会看到那个照片会有显示的地方。那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它整个活动会场，它很大的一个活动会场中的其中一角。那它展示的其实就是历代光之美少女的一些角色立牌，那我们可以去跟它做合影，然后去做一个拍照留念的动作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活动的活动会场的一角，就是刚才有提到是我们的演唱会的部分这样子。那如果您有购票的话，那就可以进到相对应的活动空间去看我们光之美少女20周年纪念展的影片这样子。那我刚才讲影片稍微有点更正错误一下，就是我们进到这个会场里面去之后，我们是可以亲身身临其境的看到光之美少女的角色在我们前面的舞台动作。那它跟一般的演唱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只可以只看单一的画面，我们不是在看一个平面的画面，我们是可以在这个会场的周边去做一个移动，然后我们是可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像我这样子去移动，然后去观看每一个角度我们偶像的表演。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画面展示，这个就跟我们实际上在现场看演唱会可以得到一样的体验这样子。那我相信这也是未来我们之后 VR 确或者是其他 VR 平台是可以做到，且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件事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是同样也是那个 VR 确上面的线上演唱会的部分。那这个是神窗工作室他们在12月初的时候举办的一场线上演唱会。那这一场它比较特别是说，像我们刚才提到，比如说光之美少女，它是一个本来就存在的 IP，那它是比较像是既有存在的 IP。那像神窗工作室这样子，它是以 VTuber 的形象跟 VTuber 的形式，那在线上展开虚拟活动这样子。那我们也是观察到说，哎，从 VTuber 开始兴起，然后到现在也过了一段时间。那比如说像神窗他们开始会尝试利用 VR Chat 去做一个演出的尝试以外，那会不会未来也有更多的 VTuber 会尝试利用 VR Chat 去开线上的虚拟演唱会这样子？然后稍微提一下，就是说神窗的这一场虚拟演唱会很特别的是，它是首次突破了 VR Chat 的人数限制，它首次在同场来到了400人，可以同时观看这场演唱会，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创举跟一个突破。所以就如同刚才提到，就是说，那我们现在突破了技术的门槛，我们有更先进的技术跟设备，那未来是不是会有更多的 VTuber 会尝试利用 VR Chat 来做我们线上的演唱会的展示？是我们未来可以期待跟看跟观看的。好，那像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像沈窗是 VTuber，那前面还有光之美少女是那个既有的 IP，然后他们都尝试去使用 VR 去开线上演唱会的部分。那像我们接下来要讲到这一个 Capsule 的团体呢，它是利用 VR 去来做他们新的专辑宣传，他们在 VR 确上开了一个新专辑的宣传活动，那以他们新的专辑设计的理念去规划整场演唱会活动，然后免费开放大家来参观，然后在固定的时段会有固定的表演。那一方面可以让大家可以更能认识到这个团体，那以及他接下来要发的新的专辑的内容，它是一个可以供大家可以参与的一个活动，这样子。好，那像刚才有提到的，都是比方说线上演唱会的实际案例跟一些应用。那接下来我这边要稍微提的就是，我们假设以企业方、以公司方的方向来讲，
那他们可以在 VR 确上面做什么实际应用，跟一些目前已经可以看到的实际案例这样子。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的是 G-Shock，相信大家可能对 G-Shock 都已经很熟悉了。那他最近他今年9月的时候，在 VR 券上面开了一间属于他们自己的虚拟门市。那这间虚拟门市特别的地方就在，它不只是一间单纯的商品展示，它还有一个区块是可以让你客制化你自己的 G-Shock 手表，然后到最后，然后你可以在线上下载属于你自己阿法塔，比如说我现在是虚拟角色，我可以在我的手上自己装一只我自己搭配的客制化 G-Shock 手表，在我的那个虚拟模型上面这样子。那甚至是你可以直接跟他 order，然后到他们的线下门市去做购买，然后这样子可以更让可能以往不了解 G-Shock 品牌的人有机会可以认识到 G-Shock，那甚至是他可能有在考虑购买手表商品的人或手表产品的人，他们会因为来这次虚拟门市体验之后，他可能下一次就会开始思考说，我是不是可以尝试购买 G-Shock 的产品，或者是可以考虑看看 G-Shock 他们的商品如何这样子。那当你考虑跟你在思考想要购买 G-Shock 他们产品的时候，那他们会场会提供像这样子的，比如说他们产品的结构，去详细的介绍一些他们商品的展示。以往可能实体店面比较难做到像这样子的展示方法。那在 VR 因为我们是 VR 的平台，一个虚拟的空间，所以我们可以用任何你想不到的方式去展现你的产品，更有效的可以去吸引消费者来消费，或者是了解你的产品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是一样也是企业的品牌宣传的一个实际案例。那这个是去年的摩斯汉堡，那他们为了要宣传日本1年1度的那个中秋节传统，就是他们的月见堡，也就是一边赏月吃汉堡。那他们在 VR 券上面建造了一座月球虚拟门市，VR 那个摩斯汉堡 VR 分部这样子。那他们在这个活动会场里面就有把1:1的实际门市给做出来，那甚至是你可以在里面去体验模拟一日店员，甚至是在里面制作属于自己的月见堡、自己的汉堡，然后跟朋友一起玩乐这样子。然后还有他们在会场里面，为了体现中秋节这个主题，那么他还有摆了一些像是兔子的外送员去呼应我们中秋节的主题，然后也可以去跟玩家做一个简单的互动，这样子让整个会场看起来更活络。那这次的活动那他这次的活动呢，在旁边他还有一个舞台，他有播放一些宣传广告，那甚至是他这次的活动有跟 Hololive 的新街彗星做联动宣传。那其实，在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我坐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可以一边吃着汉堡，然后一边看着前面舞台有跟新街彗星合作的单曲在前方的舞台播放这样子。那它就是一个算是比较新颖的我们传统素食的宣传行销手法。对，好，那接下来会跟各位介绍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的虚拟的线上画廊，然后还有我们虚拟的企业品牌形象宣传的模式。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线上的一些，比如说像大型展览，比方说前阵子刚结束的，像 Wild Force，或者是像一些花博的动漫展或漫博之类的大型活动，我们也可以把它像这样子做到 VR 圈的线上的形式。那各位现在看到图片上面这个是台湾精品展，是由经济部发包预算给那个贸协总会，那他们去制作的一个宣传台湾精品的活动会场。那各位可以看到前方这个是他们这个活动的一个吉祥物，叫福熊。然后在这个活动会场里面呢，因为我们的宗旨是要介绍跟宣传台湾精品，那在里面就可以看到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
台湾所出产的产品，比如说像大同电锅，或者是全唐轩的保温瓶之类的，只要是有上过台湾精品的得奖作品，都会出现在这个会场。然后以中日英三个语言跟海外的所有参加者，就是你有利用 VR 确上到这个活动会场的人，都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些台湾精品的展示。那另外，在这个里面展示的台湾精品有一个好处是，它不只是这样子简单的放在那边展示而已，你还可以走过去，你还可以像这样子走过去，哎，把它拿下来，这样子做观看的动作，就好像你在实际的百货公司门市啊，或商店的门市一样，实际把它打开来操作，可以打开，还可以把它翻过来去做一个观看的一个仔细观察的一个感觉，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就是你即便是不用特意到实体的门市就可以做到这件事，这也是 VR 却它好玩的地方，它可以做到这些操作。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一些大型会展活动。那像这个就是相信各位可能都有耳闻或听过，那 Hololive 的 Production 他们的一个子品牌，就是负责海外活动的部分，叫 Hololive Meet。那他们之前在美国纽约的动漫展上有举办一场粉丝见面会的活动。那他们在这一次的活动特别跟 VR 圈合作的部分是说，诶，他们在纽约的实体有办见面会，大家可以跟偶像一起互动。诶，那我们线上我们也可以同步来举办见面会。那我们线上的人，即便是不用到纽约现场，我们也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只要我能够连上网络，我也能跟我的推一起互动，一起聊天。那这就是这一次活动的主轴。哦，那这个是 Follow Meet 这次活动的会场，那它是以夏威夷主题的热带风情去做设计这样子。那各位可以看到图片上面有一些摊位的部分，那些摊位的话就是跟 Hololive 有合作的一些周边，比如说主机啊、主机壳，或者是一些 T 恤、周边商品等，那它都会在这边做一个展示。那每一个展示的商品，它都可以实际上拿起来，像刚才有提到的大同电锅一样，哎，你可以把它带在你的阿法塔上面，或者是你去用你的阿法塔去模拟你在穿衣服，去大概的了解说，哦，如果购买这个商品的话，我会看起来穿起来像什么样子。那甚至是旁边就有购买连接，你可以直接跳转到网页上去做一个购买的动作，这都是可以的。那在会场中，除了像刚才提到的一些周边商品的摊位以外，那还有摆着一些偶像的立牌，比如说我们的哈克斯我们的伦敦鼠哈克斯，然后跟我们的跟我们的一些立牌都可以实际上去做合照一个跟合影的动作这样子。好，这个就是刚才提到，比如说，哎，纽约现场在办见面会的时候，我们线上也可以同步收看，甚至可以同步跟我们的推互动这样子。OK，像刚才前面提到那么多，就是一些我们已经在 VR Chat 上面看到的一些实际案例，跟已经有举办过的活动。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来介绍我们的今天的重头戏，我们的 VCAT，也就是我们的 Virtual Market，它这个活动的一些说明介绍跟一些我们实际上参加的一些分享，这样子。好，那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 VCAT，什么叫做 Virtual Market。那刚才提到的 VCAT 就是 Virtual Market 的简称，那它是一个由日本公司 Hiki 在2018年开始举办的活动。那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线上 VR 线上展，这样讲有点绕口，就是它会在那个活动上去做一些比如说模型的展示或一些3D 数位产品的一些贩售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那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刚才有提到说它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VR 线上展的部分。那它有分成企业摊的会场
跟一般创作者摊的会场。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的这个是今年2023年冬季的其中一个企业摊的主题，也就是冲绳龙宫。那它会根据它的每一个会场会根据每一个设计的不同去规划它整个活动会场的一些互动啊、展现的方式啊，或者是一些主视觉的设计，都会长得不一样。那像这个冲绳龙宫的设计，就是你到了冲绳之后，哎，去救了一只被欺负的红鱼，不是乌龟哦，是红鱼。那到最后你在逛展的过程中，你可以一边逛，然后一边了解，哎，这个冲绳龙宫它这个主题的一个设计，然后到最后可以跟我们的红鱼妈妈帮他们母子相认，去完成一个游戏的互动这样。然后这个是今年夏天2023年夏天的一个企业摊会场，它是拉斯维加斯为主题，所以在这个活动会场里面有充斥着许多跟赌城有相关的一些互动游戏，比如说拉巴机啊，那个打桩机，对，它后面有一个可以拿垂直互动的一个游乐设施这样。那像现在画面上大家可能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说为什么它会叫企业摊，因为它主要参加的主要参加的单位是，比如说像公司企业，像刚刚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很大的日清的一个杯面的造型，那它那个摊位就是你进去之后，它会介绍整个日清的杯面的制造流程，然后后面会有一个可以跟你互动，你要拯救世界免于杯面魔人的魔掌的一个互动游戏，然后最后他会送你一个杯面魔人的阿巴塔造型，你可以留作纪念这样。那稍后也会提到一个就是活动参加之后的一个数位纪念品的一个部分这样。那这个就是今年夏天的拉斯维加斯的主题的企业摊场景这样子。那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的摊位啦，不只有这个，只是因为现在画面上看上去只有这个。哦，那这个的话，就是可能有些人有去过秋叶原就很熟悉，这个就是秋叶原车站一走出来，那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一个企业摊主题场这样子。那大家可以看到，像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哎，我如果在它跟 VR 雀的会场跟实际的现实中展览的会场的有什么不同？就是我可以做在现实展现不出来的效果，或者是一些特效。那这个时候你看，像这个在 VR 圈里面的秋叶原，它还充满很多电玩元素的特效跟效果。那一进来就会觉得有一种哇很特别的感觉这样子，然后还可以跟比如说像它这个秋叶原会场这次的特色是，你要去拯救秋叶原免于数据崩坏之苦，然后拯救整个秋叶原这样子。那它在这个会场还有一个最后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介绍最后面会提到一个活动，它会做一个虚实整合、虚实连贯的一个特殊设计这样子。好，另外这个就是我们开始前面都提到的都是企业摊的设计，那开始我们会朝创作者专属的会场去做一个介绍。那像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一个会场不只是企业摊，连创作者摊位，他都会特别去设计整个会场的主视觉。那像这个就是以方块像素风去做设计的会场这样子。那这个的话就是你要去拯救小镇免于恶龙的摧残，那你要去收集神器，然后一样是工会柜台会发任务给你，然后你去接这样的，一边逛展一边看大家的作品，然后一边去玩这个互动设计这样。好，那刚才讲了那么多企业摊的特色跟企业摊世界的设计跟一些 VR 圈的一些简单的介绍以外，那我们接下来开始会比较深入的去介绍一些，比如说像大家画面上看到的是摊位的一些设计跟一些特色，比如说像各位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是今年夏天的，刚才有看到拉斯维加斯的会场里面，我们乐敦就是大家很耳熟能详的那个药妆品牌乐敦，它在拉斯维加斯的摊位里面，它有展示了一个
他们的最新产品一个洗面乳的部分。那旁边有一位是他们放在这个摊位里面的一个 NPC。那这个摊位的特色就在于说，哎，我除了展示新的产品以外，那我还有一些互动的内容，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乐敦的产品。那这个部分接下来等一下会比较深入的讲解。那我们这边就先顺过去。好，那另外除了刚才讲到的企业摊的呈现，那还有这种是定冈县滨松市，那他们在 VK 上面做的一个展示是说，哎，我做一个地方宣传的一个超大型摊位的展示，那里面有介绍我滨松县的一些特产，或者是一些跟我们滨松县出生的名人，或者是一些知名企业这样子，就有点像是文化宣传的部分。那甚至是它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像在地特色的特产，你可以去做一个购买，然后可以有一个购买连接，你可以直接喜欢的你就可以购买，甚至是比如说像有些人玩 VR 券，他喜欢在 VR 券里面拍照，那就是可以在里面去拿一些实体的模型在那边拍照宣传，它可以达到一个宣传地方的一个手段这样。哦，那这个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水晶模拟的部分。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宣传的呈现方法，这样子。好，那前面刚才介绍的比较偏向是企业形式，就是比较大规模的展览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开始要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如果是以创作者角度的话，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摊位，跟我们一般参加的人，我们逛展都在逛什么。那像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创作者，他是一个在 VR 圈上面开发设计游戏的一个作者，那他自己设计的一个摊位。那除了可以看他游戏展示的预告片以外，那还可以跟他的角色去做一个互动，那里面有一些道具可以拿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像这种，那我们台湾有一些3D 的创作者，他们也会制作模型或者是一些配件，然后像这样子放到会场中去做展示这样子。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像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我喜欢这个模型，我觉得它做的很好，我想买它的阿法塔，因为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购买的阿法塔，那我就可以直接去点击它，然后直接换上它的阿法塔，我觉得不错，我就可以直接再进行购买的动作这样，所以可以做到一个商品的展示跟一个贩售的一个过程这样。好像这个也是，那刚才有提到一些可能都是比较正常，大家可以想象到的展示商品展示跟摊位展示的方法。那像这个我可能简单说明一下，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背景是一个很漂亮的晚霞，对不对？那它实际上它是一个玻璃球，像是水晶玻璃球一样。你从外观看是玻璃球，可是你靠近它，它会用特效用 shader 把你包裹住，你可以360度的看到它的背景，然后去衬托出它的作品。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个创作者摊位有可以创意的地方，不止在他角色的呈现，那甚至是你一个摊位，像刚才前面有提到，比如说像旁边的背景，或者是像一些特色的展示之类的，你也可以像这样子去做一些特效，去凸显你的作品的方式都可以。这就是 VK 他创作者自己一个好玩的地方的。就我们逛展基本上都在看这些，然后像这样子也可以去在作品上面去玩一些花样，嘿嘿，花样。然后像后面可以看到，比如说有些人会摆他的设定图或者他的一些配件之类的。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我们除了展示，那如果今天我真的喜欢，我真的想要买的话，那我要怎么办？那通常像刚才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小的 mark，有一个 icon 上面写 buy，那你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转跳到日本的一个知名数位商品贩售的平台叫 bot，那它就会在 bot 上面有很多的，像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大部分都是阿法塔的贩售。
那有一些也有可能是贩售相对应阿法塔的配件，比如说帽子、衣服，甚至是猫耳朵装饰，或者是一些呃动作之类的都有。那就是会像这样子，大家使用不只是 bot，那也有是像刚才有提到那个 Virtual Market 的主办方 Tiki，他现在自己也有一个平台，也有在做贩售动作这样子。那基本上为什么要再做一个转跳的动作是比较麻烦的地方是说，因为 VR Chat 它没有支援金流的服务，所以它势必要再经过一个有点像转换的方法才能做购买这样子。那这个稍后活动最后 Q&A 我们会稍微提到这个部分。好，那像刚才有提到阿巴塔跟配件，那这边就是像大家图片上有看到，有些很像帽子啊，或者是一些家具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表情啊之类的，甚至是瞳孔放大片都有。好，那刚才前面讲完了一些我们创作者摊位的一些购买跟一些展示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回头再来讲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向，就是说我们刚才有提到企业摊，就刚才有乐敦，然后也有地方政府的一些展示摊位。那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深入来介绍一下几个我看到比较特别，比如说像今年冬天的企业摊里面有展示的，这个是夏普，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夏普。那他在企业摊的会场里面有展示出他们最新的 VR 头盔。那他们在会场也有摆设几个 NPC，可以有实际展示出他们使用 VR 头盔的情境，比如说像各位可以看到下面有可能睡觉啊、办公啊、游玩啊，或者是那个放松之类的。他把所有你可以在这个商品所利用到的情境，都把它做出来，摆在这个会场里面，你都可以实际去看到，这样子去做一个更身临其境的展示。好，然后再来是刚才有提到的，这个是乐敦，那这个是今年冬天场乐敦在的摊位。那刚才有稍微提到，就是说乐敦的展示是它的最新的商品，跟它的旁边还有一个 NPC。那我这边就要来说明说，为什么它还有一个乐敦的 NPC 在旁边？那它其实就是它整个摊位的设计是，我除了展示我的最新商品，那我的 NPC 它在玩家进入这个摊位的同时，它会开始跟你互动，它会跟你打招呼，然后它会带着你一起教你如何正确的使用乐敦的产品，然后来达到有效清洁的一个方式。然后在整个互动的流程结束之后，它会跳转一个乐敦官网的折价券，或者是一个 Amazon 的折价券，让这个互动游戏是可以参与到，然后实际上会得到一些反馈的，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比如说像乐敦刚才提到，它是一个药妆品牌，所以它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家的产品它实际上的正确使用方法，或者是你如果之后有考虑洗面乳的话，你可以参考我们家的商品，可以让大家可以更认识乐敦这样子。它是新的这种展示手法。像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就是乐敦的那个乐敦的 NPC，其实他们家的 VTuber 在向大家介绍那个整个洗脸的一个过程、正确流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那个高岛屋。那高岛屋的话是在日本的百货公司，那它在这次 VK 冬天展的实际的呈现案例是说，它在里面去摆了一个来自全国的各地不同的日本酒，然后它在中间的舞台中有放一个日本地图，你去跟那个地图互动，它实际上跳出那个当地的特色酒，然后把那个特色酒显示在那个上面的荧幕，然后介绍给你，然后甚至在旁边大家也可以看到许多看板，然后去介绍比如说哪个地方的酒特色是什么啊，或者是我们在哪边有线下的品茗活动啊之类的。那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说，它在这个摊位里面有一个互动的模式是，
我们可以直接在他那个大荧幕上去跟他互动说，我可以玩简单的心理测验，然后去知道，哎，我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日本酒，比如说我喜欢喝辣一点的啊，喜欢喝呛一点的，我喜欢喝甜一点的之类的，那他都可以在这个摊位里面完成，那都可以让大家更认识，哎，日本当地的酒有哪一些特色是什么。那我要去哪里买？我可能就去高岛屋做一个选购这样子，它可以做到一个消费者导向的一个功能在。好，那再来最后一个是棒子，那棒子的特色是它是一个服饰品牌。那其实2023年是棒子参加 BK 的活动的第7次。那它的特色在哪里呢？它跟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又都不一样。它的玩法是我们在虚拟的 VK 的会场里面，我们除了展示我们的当季最新品以外，我们还会在定期的时间里面，让我们的真的店员，不是假的哦，也不是 NPC 哦，是真的店员，像我现在像大家看到的这样子，我戴着头盔，然后带着 VR 设备，然后我们进到那个会场的摊位里面去跟来参观的玩家一起互动，然后去介绍我们的当季产品，然后在里面的衣服都可以实际上套上你的阿巴塔去做试穿的动作。那在里面的虚拟店员就可以去根据你的穿搭去给你建议，甚至是告诉你说，我们门市现在哪一款有特价，或者是您适合哪一款衣服这样子，去给你做一个穿搭的建议这样子。它是真的有实际的虚拟店员在真人店员在跟你互动这样子，那是一个算蛮特别的尝试，而且他们对，他们有尝试在扩大这个服务的范围，甚至好像有听说他们接下来会推虚拟门是固定的，就放在 VR 圈这样子。那之后如果有的话，我也会再另外介绍给大家。好，那像这样子，就是他们实际上门市有的商品也会对应到虚拟会场上面，然后让大家做一个试穿的动作的。好，好，那最后我们刚才讲的都是线上的部分，就是 VCAD 它的主要的一些线上展的内容。那最后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它从今年开始尝试的一项新的计划，就是 VK Reality 线下的活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把我们只能在刚才我们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 VR Chat 线上的版本，它把它跟线下一起合作，线下实体和一体合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像他们今年冬天场的话，他们是在元素跟涩谷的通道那边做一个 BK 的 Reality 的那个活动举办地这样子，然后在那个活动的，就是从元素车站出来，一直到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涩谷109大楼前的这段路程，它就有许多跟这次 BK 的一起联动的一些活动的，比如说像那个招牌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跟一些展示啊之类的，那甚至在会场里面还有一个实际的。在那个活动地点还有一个实际的会场，大家可以进去跟一些商品，比如说像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它在活动的会场有一个很巨大的电视墙，那它上面的人物不是预录的哦，也不是城市设定好的那个 AI 机器人哦，它是实际上真的在 VK 的上面的 VR Chat 上面 VK 的里面参观的朋友们，然后在特殊的地点去做动作，它可以反映到现场涩谷的大电视墙上面，然后跟涩谷当地现场的观光客一起互动，参加者们一起玩乐、打招呼啊，或者是那个游玩啊之类的一种方法。然后像刚才最早前面有提到，就是去年是在秋园那边举办，那秋园的活动在那个主场线上的场馆最后面，其实就是他在虚拟的会场放了一个很大的电视墙，然后你只要跟那个电视墙，它会反映现场的人，它会拍一下在秋园实际上
逛街的观光客或者是参加者们，然后反映到线上的展场，然后可以跟他们做一个互动，达到一个很神奇、很奇幻的一个虚实交融的一个互动效果。然后还有像刚才提到，就是说，哎，它这个活动它在线下还有就是展出哦，我们这次在线上可以看得到的一些厂商的一些合作的商品，比如说三得利啊，或者是一些 VTuber 事务所的东西啊，或者一些互动游戏这样，然后甚至是它还有提供一些 Quest 头盔，那你也可以实际上哎在线下去体验哦。如果在家我参加 VK 的活动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手作的一些算是尝试性的一些互动游戏，比如说跟线上的人一起敲木琴，然后或者是可以做属于自己的那个，我们看最左上方做出属于自己的一把伞，那是跟日本的一间制伞老铺一起合作的这样子。你不只可以在那个 VRCAD 线上VCAD 线上的那个展展示的那个摊位上做出属于自己的刻字化伞，你在线下你也可以做一把属于自己的刻字化伞，然后你还可以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 IP 的那个 T 恤这样。好，那以上就是我针对我有观察到的 VCAD 的一些活动的内容，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跟一些稍微简单的介绍这样。第一次做这种说明，请大家见谅，就是可能会有点抓不到重点，跟一点啰嗦。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环节。好，感谢博森的一个分享哈。那其实呢这一场呢 VR 确的最主要也是想说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些比较粗浅的一些内容啊，因为在 VR 确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功能跟玩法啊。如果大家常常在有看过一些实况组的电玩直播组的话，也有很多一些实况组们他们会进入到 VR 里面，最常用的就是来运动社交，所以说在社交面上面其实有蛮多很有趣的体验可以在 VR 确里面。那我们其实今天除了用 VR Chat 里面来做直播之外，啊，当然，画面有一点那个技术上小小的一些 bug，这也是不好意思。但我们其实还另外做了一个房间，这样，等下我们在整个结束可以让摄影机环绕让大家看一下。未来说不定可以让大家直接在 VR Chat 里面来聆听这次的讲座。那是为了这一次让大家比较门槛不要太高。就设定起来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我们这次就用这样方式来呈现。那我也欢迎大家，如果还有下一场的话，我们可以在 VR 圈里面进行互动跟交流，来整个体验 VR 圈它的魅力所在。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针对后面就会有几个问题，就针对可能大家会有这些疑问，我们来简单的跟博生这边来聊聊看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之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想要交流的，也都欢迎会后我们大家可以再聊聊天。那我们先下一页。好，那听完这些以后，如果你对 VR 确的很有兴趣，那你可能会想说，那到底 VR 确的我要从怎么样开始进行体验？它会不会很复杂？或是我们刚才前面也没有提到，是说，那是不是没有一定要用 VR 吗？还是说可以让现在有什么样的形式可以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平台呢？OK，好，那这个部分我来稍微说明一下，就是为什么要用我们如何体验 VR 券，跟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VR 券呢？那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 VR 券是众多的 VR 的使用平台、社交平台之一，但是 VR 券有一个好处，就是即便你没有像我这样子，比如说我有头盔，我有一些 VR 相关的设备，我没有 Quest 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用电脑去做操作，就好像你在玩第一人称 FPS 射击游戏一样，它也可以达到一模一样的效果，只是相对的会少了一些沉浸感。比如说像我这样子手，哎，可以拿起来举啊，或者是我可以去实际上去操作，比较直观的去操作一些互动的物件，或者是观看一些特效或一些场景之类的。那像刚才提到说，如果假设我只有电脑的话，那接下来就是，如果你有 Steam，那基本上你有 Steam，你也可以直接去实际上下载，等于是它的一个入门门槛。除了我们先不谈设备以外，它其实入门门槛相对较低，那它的一些操作也相对的比较简单一点。那再来是因为它是相对比较早开发跟
开放的一个 VR 平台，那所以它相对的会使用者比较多，目前为止它是使用者最多的平台之一，那也是内容最丰富的一个平台，对，所以我会更推荐 VR 却给其他的使用者去做一个他们第一次尝试 VR 这个新的领域的一个尝试，这样 OK。好，那我们继续来下一页。好，那如果说今天呢是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想要参加 VK，其实，在 VK 上面刚看到很多在摊位上面其实是有一些台湾的朋友，还有一些创作者们。那在这个部分的话，会怎么样来参加呢？好，那假设我们今天刚才有一直提到很多，比如说企业摊、创作者摊，那它其实主要的差别就在于，像很明确的就是说，企业的那当然就是给大公司，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看到乐敦或者是夏普，那还有一些参加的企业，比如说像日本 JR，那当然就是在企业相关的一个摊位跟活动会场里面。那如果假设一般人的话，我们要参加 BK 的，通常就是以参加一般创作者的身份去参加活动。那很简单，就是他活动开始征稿的时候，我们就去报名。那报名的时候就会有抽选的一个机制，因为他毕竟他的会场里面活动的摊位数量有限，就好像可能有些人知道那个 FF 动漫那个开头动漫季之类的，或者 CWT 同人数位动漫展之类的。那他们一样就是，你来报名，那你只要缴钱，那你就有机会上这样子。那当然也有可能抽选的过程中落选也是有可能。那再来就是刚才提到参加就很简单，就他们开始征稿了，活动开始了，那就是去报名嘛。然后报名之后，付钱，填好资料之后付钱，然后等着抽选，抽中了之后，你就开始准备我们的要展示的一些作品。那像刚才可能没有提到，就是说，那如果我没有要展示，我不是做3D 的，我没有要展示我的东西，我可不可以买一个摊位来宣传我自己？比如说我是 VTuber，那我可不可以宣传我的频道跟我的内容？当然也可以。像刚才图片上没有提到我们没有展示出来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我想要展示我的，比如说频道啊的内容，或者是我平常直播的 clip，完全都不是问题。所以不见得一定要是3D 创作者，其实你只是需要宣传你自己，或者是你想要去做一个推广的话，完全都没问题。甚至 BK 的创作者摊位里面有一些它其实是社团倾向的一个活动，比如说像呃 VK 不对，抱歉，VR Chat 上面有很多的社团相关的活动，比如说那个讲一个比较特殊的叫魅魔咖啡厅，那它就是一个都是身穿魅魔为主题的阿法塔的人举办的一个空间，那就是定期啊，比如说礼拜二的晚上几点开，然后你上来参加活动，然后他们就会跳的比较妖艳的舞，或者是比较偶尔像魅魔一样招待你。那它是一个社团活动，那你也可以去买一个摊位去在那边宣传你的空间、你的活动，这样都可以。所以也不局限在说啊，你一定要去上传作品，我一定要做买卖，我才有办法参加这个活动。其实这个活动是很 free，就是你只要来参加，你只要有付钱，那你只要有上，理论上你不要展出一些很猎奇、18禁的东西，那官方其实都可以让你参加。那甚至是摊位，它还有大、中、小3种不同尺寸，可以让你去做选择，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以参加来讲，就是一般我们报名参加活动一样，付钱，然后等有没有中，中了，然后开始上传作品，然后等作品上传完之后，活动开了，我们就可以去。那这个部分都是参加，都是创作者。那一般的人的话，就是像刚才有提到的，我们知道有 Steam，我们知道应该说我们只要有电脑，我们只要有 Steam，那我们基本上只要把游戏下载好，然后打上 VCAT，就是在那个房间搜寻的地方，我们只要 key 上 VCAT，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活动里面。所以其实参加的门槛，除了你如果真的是要卖东西以外，理论上都还蛮简单的，相对比较轻大众啊，对，这样子。好，
感谢。那我们到下一页。对，那刚刚前面也提到，可能有一些社团会办一些活动嘛，甚至是我们刚刚前面介绍到，其实就只有几个大型的一些活动。那其实上面有很多所谓的空间，就是可能有包含像是个人房间呐、或者是有些社团房间，甚至是有欧美地区的、台湾的或是各个国家，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所谓的房间，一个世界。那我们在这里面称为世界。那你可能会想到说，哎，那我自己想要组一个团，甚至是像我们刚刚提到，你就单纯的想要揪一些朋友们，在一个世界里面，大家一起跳舞当运动的话，那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来进行呢？OK，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像刚才提到，就是 VR 确它其实可以，它鼓励大家都可以上传空间的作品上去到他们的平台上。不过有一些比较细项的东西没有说明到，就是首先它有一些门槛，就是你可能要在 VR 确游玩一定的时数以上啊，然后达到一个标准之后，它才可以让你开始去做一个上传的动作。可是在那之前，你也要会懂用如何操作那个 Unity，因为 VR 确的编辑是使用 Unity 这个游戏引擎去做一个编辑的动作，那它上传也会在那个里面去做一个处理。所以如果我们单纯讲说，我们今天想要上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比如说像博森的房间，那我首先要先做出一个房间之后，那我要会操作 Unity，然后再使用 Unity 做一个上传的部分，这样子。所以如果单纯就上传空间的话，步骤会稍微比较繁琐一点。那再包含像刚才前面提到，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2021年办的那一场台湾第一场线上同人展的话，其实也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要有它的那个规范嘛，跟标准，我们都有达到之后，然后去规划说，如何上传一些比如说资料啊，或者是如何去配合 VR 确的一些规范，比如说刚刚有提到太猎奇的东西不行，18禁的东西不行，那去挑选之后，那我们之后再开始去设计一些简单的摊位摆饰这样子，然后再一并的把整个空间上传到那个 VR 确的那个平台上，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比较困扰，也不是说困扰啦，就是以我们一般的那个举办方来讲，我们如果不是像 Hiki 或者是像刚才 Hololive 那样子的大型的合作单位的话，比较麻烦是说，像我们2021年那一场线上同人展的话，我们上传的作品其实没有办法说，我看到我喜欢这本，我可以拿起来翻，我看内容也蛮喜欢的，可是我没有办法做购买的动作，因为实际上它 VR 却本身它不兼容那个金融的系统，对，所以它没有办法完成购买这件事，这个会比较困扰一点，就除非你今天是有像刚才提到 Hiki、Hololive，你们有签合作协议，那才会有这个功能，这是比较困扰的一点。但如果单纯像最早我们活动一开始提到线上画廊的话，那基本上任何人举办都没有什么压力，只要那个条件就是你游玩时数有到，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做这样子。好，感谢。那我们进入下一页。那接下来的话，前面都是讲一些比较基础的嘛，就是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参与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到各个世界或者参加相关性的活动，去看看别人的一些展览啊，像的。但是你可能会好奇说，那为什么感觉现在，好，我们刚刚看到很多案例，几乎甚至不用到99%，应该真的是接近99%，都是可能是日本啊，或是欧美地区的一些案例，台湾地区非常的少。那在询问这个题目之前呢，我想大家可能会想说，为什么台湾会比较少用呢？是人数不够吗？还是说什么原因？就我自己的观点来说，作为一个使用者，其实台湾在 VR Chat 上面使用人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少数，也还是有社团跟相关的一些团体。那其中最大一个原因，当然前面刚刚有提到。因为毕竟它是需要从 Steam 下载，然后进入 Steam 是一个门槛，下载游戏是一个门槛，然后参与到互动又是一个门槛，然后你可能还需要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你也愿意在上面交朋友，所以在 VR 圈上面，应用，其实在台湾的场景上还是稍微的少一些些。那我也想问看博士说，这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你自己也认为说我们在台湾这上面应用比较不多，还有哪一些原因呢？首先就如同艺人刚才提到，就是它的
虽然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天花乱坠，跟我刚才有稍微提到它的 VR VChat VR Chat 不对 VR Chat 的一些缺点，那可可很明显的就是说它的入门门槛相对还是有一个怎么讲最低的入门门槛，对大众来讲还是有很难去入门了，就是它还是有一个相对先决条件在。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可以举例，就是像刚才最一开始有提到的那个台湾精品展的部分，像那个的话，它其实比较像是台湾的政府单位发包给日本办事处，让日本办事处去尝试。但是如果今天相对，如果你让他在台湾做尝试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可能社会风气还不太能够接受，或者是比较难去做推广，所以相对在台湾可以看到比较多，比较少去尝试用，不管是 VR Chat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去做一个展示，或者是一个宣传、营销、曝光的手法，就相对会少一点。所以我这边会稍微再比较悲观一点，觉得话就是还太少人知道，然后跟不知道怎么做。那有关单位或者有一些那个活动策办方会觉得说，与其冒那个风险，不如去尝试一些相对比较传统可行的方案这样子。不过我们说了那么多，我还是会觉得，比如说像我们从2020年疫情开始到现在3年了。我们看到很多 VR 的设备有在进步，技术也有在进步。那我会希望接下来看到的方向比较像是大家入门门槛渐渐变低了，设备硬件的门槛也变低了。那是不是开始会有一些单位也愿意开始尝试这样子？OK，且那我们接下来往下一题。啊，这个就是一样呈上题啊。我们今天偶尔会提到一点跟商业有关，也是想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市面上大概是什么样子。那也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两边分别在其他的活动也有做过，可能有做过展览呐、或者是我自己这边也做过跟元宇宙有关的一些活动。那实际上来说，除了 VR Chat 以外，当然有非常多用网页呈现的一些线上的虚拟展览的很多平台，在台湾就非常多了。那但是作为一个 VR 确实在全球商业上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来说，从博士你的角度会来看看，你觉得在商业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应用效益呢？可以分享给大家。在商业上运用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比较露骨一点，就是刚才一直有提到，就是VR 圈它本身没有那个交易的就金流的系统，所以你其实没有办法在上面实际上产生购买，然后你有获利这件事，这个是比较露骨而且是现实的问题，所以变成说绝大多数像刚才有提到的活动，真的都比较倾向是行销曝光做广告的概念这样子。不过有一点必须提是 v r c h a t 它今年有做一个更新，就是它也要推出属于它自己的那个代币 token，就是你可以去购买代币，然后实际上在VRChat 这个平台里面去做消费。比如说像刚才有提到一个叫什么魅魔咖啡厅，那它以后可能真的你买一个服务，比如说举个例，就是请那个舞者跳舞给你看，你到一个包厢里面跳舞给你看，你要支付10个代币，这个未来是行得通，且比方像我今天我们活动开始之前上午的时候，我看到日本有一间企业，他们已经开始在尝试去做这件事，就是说我去开设一个像刚才有提到的那种社交空间，然后你进场必须付费，然后去购买一些服务。那当然，购买的服务之后，你会不只是可以有权去使用那个，购买那个服务，有权去使用那个服务以外，那你还可以得到一些属于你自己的数位纪念品或者是数位商品。比方说，像我上午看到那个是，就刚才提到他跟魅魔咖啡厅合作，然后你可能可以得到一罐属于你自己的魅魔魅药，那个就可以加在你自己阿帕塔的身上，或者是你可以带回去放在你的那个房间里面。那这个的话是目前比较新的一个效应啦，当然它还是局限在 VR 圈内部来讲。但是如果你是说像刚才我们前面讲了很多 VCAD 的商业效应的话，当然还是着重在比如说大品牌的行销曝光，或刚才提到乐敦，它
它可以在它的摊位上展示一些比较好玩的互动，让大家可以更深入了解乐敦它这个医药品牌药妆品牌它的产品的一些内容，这样子，它实际上比较难产生一些我们看得到的商业应用效应啦，这样子。然后我这边的话做几个一点补充哈。那其实我想大家也看出来说，在上面会使用的，通常一定是对3C 科技啊，或是 ACG 的群众的一些这些使用者呢，大概都是18可能到35岁这个之间。所以说，其实你看到的像是在我们这个 VK 上面，或者在 VR 圈上面的活动，或者是广告啊，大概也都是这种类型，可能就是动画啊、游戏或是一些科技产品。那可是为什么会慢慢会有一些品牌来上面做曝光？那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希望可以借有这样的新形态的互动模式来接触新的客群啦。所以这个品牌行销曝光，除了可能用刚刚前面提到，帮用玩游戏也好啊，或是有些互动设计，或是导入用 AI 来解决客户的一些问题，甚至是说真的很单纯，就是有些表演者，像我们提到可能有 YouTuber，或是最多的是 VTuber，甚至是一些代言人，他们在上面展示他们新的作品，音乐作品啊创作，这其实在其他的一些模式上面也很容易打到跨区域的一些观众们，还有来上来观看的这些群众，所以是一个蛮不一样的一个模式，甚至是有些品牌它也很善用怎么用 VR 上面做一些互动的游戏。跟沉浸式体验，就是网页上可能比较做不到的，它真的可以，像是之前有个例子，它比较特别，它是在有一个恐怖片，它是一个恐怖片的一个导览，那它这个恐怖片是把它的预告做成一个小故事，你只要进去里面以后，它就会让你体验到预告片里面的一个情节，这样，你就是可能要上一个电车，然后电车会到某个地方下山，然后呢你要捡起来什么东西，然后就会进入剧情，这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带入到这个恐怖片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在这种引导式互动里面，就网页上来讲，你当然还是可以做到类似的效果，可是沉浸感就没那么高。如果你今天是带 VR 设备的话，我觉得应该会蛮恐怖的，也会蛮有趣的这样子。所以这在商业利用下面，我觉得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一种体验啦，也是未来我觉得在产业上面或是企业上面，我觉得都是会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发展。好，那我们继续来往最后一题。最后面一样，就是我们最后面就是聊聊说怎么看待这个虚拟展，这个未来的虚拟展，因为其实这个在台湾也大概做了蛮多，刚前面提到有很多公司也在做这个类型，包含静态的展览也好，有点互动性的也行，VR 的也有，慢慢的都会有这样的东西，所以甚至是去年在谈元宇宙的时候，所以这个产业被在炒了起来。那当然现在因为一些市场关系，所以稍微冷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虚拟展览的时候，有很多蛮关键的一些东西。那我这边想先请博森来对这一题来先做个简单的分享，就是你自己怎么看待关于这个虚拟的展览的一个发展，说虚拟展售会这样的形式。OK，像刚才其实有简单提到，就是说，比如说像 VR 确它今年开始投入了，我们可以使用它的代币，然后去做在它的平台里面使用，然后去达到消费的一个方法。所以我相信，光是这一点，以后会有更多这种服务型的空间啊、活动啊，会更多，会更像雨后春笋般的全部都冒出来。那一方面也是在往更大的方向看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硬体设备，比如说像我现在头上戴的是，大家现在看到我这样子，我头上戴的是那个 Quest 2啊，虽然看不出来，我头上戴的是 Quest 2，这已经是3年前的产品。那今年的话，Meta 有推出新的 Quest 3，那它更薄更轻，那好处就在显而易见的，它佩戴上会比较轻松，而且甚至是我虽然有一点主观意识，就是我有看到，就是他以前可能对 VR 装置不熟悉或者没有兴趣的人，他开始也会尝试去了解现在 VR 的有什么设备啊，我可不可以买啊？因为毕竟比如说像 Quest 3，它的售价是16000，那其实跟假设它像刚才我们有提到，我们的绝大受众都是 ACG 的15到35岁的受众的话，那他其实买比如说像 PS5或者是 Xbox 的话，大概也都是这个价位。那他开始会去尝试考虑说，我是不是可以买像那个 Quest 3，因为价格差不多，那我可以得到的体验，听大家讲，哇，好绚丽，好神奇。我进到 VR 空间里面，我可以到处摸，我可以到处看，我可以到处，举一个我2013年第一次摸到 VR 的体验，就是我可以这样子看秃鹰的内裤，你在 PS5上面做不到嘛？你在 Xbox 上面做不到，它是更不一样的体验这样子。那这个是硬体方面，就是说
它不断的进步，我们可以佩戴的装置它的价格越来越亲民，那甚至是可以给你的观感体验越来越好，不像是2、3年前比普普通通，甚至很多人都觉得哦戴了会晕，或者是哦戴了会想吐之类的。那硬体方面是这个部分，那如果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商业上的应用，就是开始有像刚才讲硬体设备跟上来了，那使用上，比如说办活动啊、虚拟活动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偏向线上的活动，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也开始尝试一些网络上的那种办展啊、线上画廊之类的，用网页去操作，用一些可能像是 Google Map 那种定点巡逻的方式去展示之类的。那接下来，疫情解封了，但是我们在那段时间累积下来的，不管是办活动的方法，或者是执行的方式，我们接下来都可以，还有那个技术跟那个 know how 我们都还保留啊，然后硬体也跟上。那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在 VR 不只是在 VR 圈，我们在其他 VR 平台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活动，可以越来越多这样子，然后越办越可能越新奇啊，特效用的越华丽啊，或者是沉浸感用的越好啊之类的。就是我对未来的 VR 发展是更乐观，就是因为毕竟我们2年前卡住3年前卡住，我们所谓的元宇宙之所以卡住，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设备还停留在很早的阶段，那使用者入门门槛太高。那过了2年后，我们的技术升级了，我们的活动的举办流程也升级了。那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不断的在进步。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觉得说，VR 的，比如说不管是办活动啊，或者是去做一个，比如说像以前人家讲第二人生这件事来讲，是不是越来越有无限那个未来无限好光景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是这样的。OK。好，我这边呢也跟大家做个最后的分享哈，就是我自己当然觉得最重要还是在社交体验上面是一个蛮有趣的关键。这其实如果大家有玩过 online game 的话，线上游戏就会知道说，有时候未来能这样子用线上的方式，而且是有互动的方式来进行，除了一些游戏之外，也能有一个类似这样一个社交平台，其实不多，甚至是说能这样子这么大，其实现在还暂时没有。所以呢，人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甚至就像刚刚前面提到，大家会一直在房间里面可能看看影片啊，聚会聊聊天。很多人真的是在休闲时间的时候，会直接上去来到VR Chat 里面来休息、聊天、玩游戏，甚至你说把它当成一个互相监督的运动，也是一个方式。那最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可以当然就是跨国界嘛，你也可以跨地理位置，然后你只要有一个这样的设备，大家就可以一起来体验不一样的游戏啊，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再来第二个就是关于展示层面的部分，就是说，可以让企业的这些品牌，或者是我们在创作者上面，借由这样一个方式，你可以跨国界的展示到各个区域，甚至是比较具体的呈现在上面，也不单单只是用网页的方式来呈现。所以，而且有这个阿法塔，就所谓的模型这个概念。之后也可以让大家直接在上面的操作，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模型、什么样的装饰，真的慢慢开始让大家引导出自己想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样子。有人想要建筑自己的房间，所以专门也有在一种做建筑师啊，设计师、室内设计师，只是室内设计师是在 VR Chat 上面，所以打造成自己想要的一个样子是在 VR Chat 上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啊。只是说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类似的平台，或者是你说像FB 在做的 Metaverse 的自己的元宇宙平台，或者是其他大厂会不会做类似？我相信都会，甚至有很多间都在做。它最重要还是怎么样让这些社交，让这些人聚集到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关键。就像为什么很多，即使 FB 现在变这样子，还是很多人在使用，就是最终你人会到哪里去，要一次搬运过去，就是你一定是你有朋友在那边，大家聚集到那里才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未来这个虚拟展览的发展，就是如果你有办法累积更多创作者，然后有更多人愿意去上去体验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在进入结尾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请那个博士来帮我们环视一下我们这整个空间的画面，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在这个房间里面是长什么样子，好吗？OK。对，麻烦你操作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已经最后，那也不好意思，开头的时候稍微耽误大家一点点时间。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画面的呈现上面哈，我们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讲座空间做展示。未来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到
空间里面，你就不用看着直播，你可以直接在VR Chat 里面直接听到我们做介绍跟讲解这样子。对，这一次也算是第一次的简单的一个分享啊，然后也想让大家简单的体验一下。对，那画面上面呢，就是包含有海报啊，还有刚刚前面讲到的，就是一些所谓的数位的纪念品。啊，这个纪念品其实你可以放在自己的房间，或是你把它作为一个参加活动的证明，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那、当然，如果在这个平台上面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这些纪念品什么都不会换成钱呐、就是如果今天拿到别的平台，可能就是 NFT，那这个就会有一点点复杂。那就是所以在 VR 圈上面现在都很单纯的，就是这个金流都还没进到下一个阶段，我想也是他们所顾虑的啦。对，那未来，但如果说未来这个东西更方便的话，我想你会吸引更多创作者一起加入进去。你想在你自己的房间，你想要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做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展示，我觉得变得非常的重要。好的，那我们在最后的话，想博生这边有没有想要补充什么呢？我的话就很简单，就是大家如果设备上允许的话，都可以去 Steam 上面下载 VR 圈来试试看。那就像刚才有讲到，就是 VR 圈它即便你没有专业的设备，它也可以。等一下，我先把镜头调回来。就算即便它没有专业的设备，像我这样子，你哪怕只用电脑的话，你也可以来体验一下，就是说它在这个空间它可以达到的任何无限的可能性。真的就是你如果没有来看看的话，你很难去体会到说什么叫做未来可期这件事啦。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整个操作上都很有趣，就是给你的体验它是前所未有的。那我们就提早来体验一下未来世界也无妨嘛。对啊。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一个内容大概就到这边，那也是很感谢大家的聆听。那前面的那个一些黑影的部分，未来还有办法解决的话，或者是未来会有新的主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再来观看，也欢迎大家在 VR Chat 里面找到你属于自己喜好跟游玩的方式。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喽。拜拜。OK，我结束了。